来，我们对下口风。我们就说，当时我肚子疼，回梅姨家上厕所，青灵陪我一起下山。上完厕所，我跟青灵推着爸爸的轮椅去散步，来到小河边的石桥上，石桥的护栏忽然垮塌，青灵和我爸一起掉进了河里。那桥没垮塌呀？我一会就让它垮塌，别打岔。我情急之下跳河去救青灵，没顾上我爸。我爸被求生欲这么一激发，双腿竟然可以动了。儿子，你这理由有点牵强了。爸，你有更好的想法吗？没有。那就按我说的办。高手同志，考验你演技的时候到了。20分钟后，三人返回庄梅的农舍。咸鱼把事情经过给妈妈讲述了一遍，妈妈还有点难以置信。她原本已经做好了丈夫终生坐轮椅的打算。其实上周我的腿就有点痒了，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心理作用，怕你空欢喜一场，没跟你说。没想到今天落水后一着急竟然就能动了。太好了，爸爸不用坐轮椅了，这才是今天妈妈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。晚饭后，青灵和咸鱼来到池塘边散步，乡间的夜风轻轻吹拂，青灵微微仰头，闭上双眼，享受着夜风的吹拂。快闭上眼，感受到了吗？风？这时候的风最舒服了。真舒服。我和姐姐很喜欢一句话。哪一句？起风了，唯有努力生存。咸鱼的心微微一颤，藏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很坚硬的伤疤似乎被融化。这一秒，他感到宁静、美好，并带着不舍。如果时间就停在这一刻，似乎也很不错。忽然间，一只手轻轻牵起了他的手，咸鱼身体一颤，心乱了一下。这一次免费。咸鱼不说话，他舍不得松开这只手，但也没勇气握紧。他发现自己在害怕，明明前一秒他还在感到开心和喜悦，甚至是幸福，可现在他却在害怕。10秒后，青灵松开咸鱼，两人几乎同时睁开双眼看向对方。你喊我出来散步，是不是找我姐有事？找她有急事。稍等。找我什么事？很重要的事。你说。你确定？如果说之前只是怀疑，现在可以说100%确定。说说理由。韦队最近在离城执行任务，这个任务并不是冲着3大组织来的，甚至原则上应该尽量避开3大组织的人。但是因为韦队中的不少人对我们怀着很深的嫉妒和仇恨，所以在巧遇上我们之后，总是容易失控。我懂这些，但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韦队来离城执行任务，3番2次跟我们撞上，不是巧合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跟朱雀半夜在一个路口遇上一个很强的神秘女人，她一招就可以把我打退。我没能看清她的脸，但是我记得她的身影。还记得我们采蘑菇时，我忽然拉你离开，打算跟你说一件事吗？你当时想说那个身影就是庄梅。对，我爸告诉我，这个行空原本是来找庄梅的，结论就是韦队在找的人就是我跟朱雀半夜撞见的那个神秘女，而这个女人是庄梅。猩红潮汐第3天，庄梅找到我妈，设法让我妈失踪了2天，就是为了引我出来。现在看来，庄梅也是高级兽，跟傅爷是一伙的，整件事都是他们策划好的。但是庄梅也不可能是望兽，因为望兽只剩下一个江野了，所以庄梅是生兽，她是活着的白凤凰，是韦队在寻找的猎物。你当时应该告诉斗虎，斗虎知道，龙就会知道，他可以对付。我暂时没打算对付庄梅。为什么？还有很多地方说不通，庄梅要杀我，很多次都可以动手。上次半夜在路口遇见他，他一招就把我打趴了，最后却放过了我。他现在不杀你，不代表以后不会杀你，他可是兽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想借刀杀人。你继续说。我们想办法让3大组织自己发现庄梅的身份，这样即便庄梅真的是敌人，也不会迁怒到我们身上。我这样做是不是很卑鄙？换我也会这么做。青灵真好，永远都站在我这边。王子凯，我哥跟那个青灵真的是男女朋友吗？当然啊，可爱了。唉，老哥能找到女朋友，我应该开心，可我真的好担心啊。担心什么？你看他现在满脑子里都是他的女朋友，完全不关心我了。还有啊，今天我爸跟青灵同时掉河里，他居然先救青灵，要不是我爸的腿突然能动了，那不就淹死了吗？我哥现在就这样无情了，以后结婚了还得了？有道理啊。你想啊，以后你找我哥打游戏，屁股还没坐热，青灵一个电话就把他叫走了，你拉都拉不住，求他再玩一会他都不肯。慢慢的，你给他打电话，说不上2句就挂了，对你的事一丁点兴趣都没有。他难得来找你一次吧，还是因为跟青灵吵架了，你苦口婆心安慰他，开解他，眼看友情要回来了，结果人家青灵一个电话就把他叫走了，你又成了小丑。操，快别说了，代入感极强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不行，这 TM 的绝对不行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就是啊，日子没法过了。凯哥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。对，必须行动。拆散狗男女，誓死捍卫亲情。拆散狗男女，誓死捍卫友情。儿子，你感冒了？应该没有，可能有人在讲我坏话。儿子，你继续说。爸，我们不是真正的父子。儿子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
我是说，我们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父子。不，绝不可能，你妈妈绝不会背着我出。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冷静点，先听我说。而且你也不是奶奶的亲儿子，高星星也不是你的亲女儿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儿子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？爸，我们都是世界的孤儿，早就被神遗弃了。臭小子，你这是在考验老爹对不对？你肯定是打算拉我加入你们组织，你演技太好了，我差点就被你骗了。爸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，整整5个小时，咸鱼一直在跟爸爸补课。对于迷雾世界，咸鱼毫不保留，全部说了出来。高手从起初的震惊、疑惑、怀疑，到后来的害怕、难过、痛苦、挣扎，到最后只剩下沉默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缓缓抬起头，一脸的迷茫和无助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爸，对不起，你只能自己寻找答案。你还待在这个家，这就是你的答案？是的。那你妈、你妹他们也是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看，我们2个不就都是觉醒者吗？说不定你妈和你妹也是觉醒者，说不定你们兄妹真的是我和你妈的孩子。爸，我这边有能分辨人兽的队友，你如果想确认妈妈和妹妹的身份，我可以帮你联系。高手怔住，他忽然意识到，他跟儿子一样，也害怕面对真相。反正我的答案跟奶奶一样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们永远是我的家人。爸，你才觉醒，脑子肯定很乱。我刚觉醒时，也是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心路历程，才把很多事都想通。高手点点头，他现在脑子的确很乱，直到现在，他仍然深爱着家人。可以想到朝夕相处的妻子和女儿，极有可能跟自己不是同一种生物，而是随时可能把自己吃掉的兽，他又实在是难以接受。这种感觉太撕裂了，太荒谬了。昨天我双腿恢复知觉时，我开心的要命。现在我情愿我还残着，情愿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这样，我跟你就都死在伪队手上了。可能这就是命运，你注定要觉醒，注定要救我。对了，爸，当年妈妈生我和妹妹时，你有亲眼看到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在产房外等着，不能进去。当时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没什么奇怪的地方，非要说的话，你妈生你那一次挺久的，我在外头守了1夜，人都快急死了，生怕你妈难产，一直隔着手术室的门喊着要保大。喂，咸鱼，立刻来我家，出事了！我老婆不见了，具体点。我刚一回家就发现她不在家，手机也没带，这不正常。平时这个点她已经睡了，就算饿了也会叫外卖，不带手机出门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。通知陈颖了吗？第一个通知她的。你们的卧室在哪？里边。我自己进去通灵，你们保持安静。走，去天台聊。有头绪吗？毫无头绪，我老婆没惹过谁，朋友也不多，我想不出谁会伤害她。普通世界作案的可能性排除，那只能是觉醒世界了。可是我老婆能惹到什么觉醒者？黄警官，你别忘了，苏老师很特殊。你觉得这是伪队干的？可能性很大。操！仓母教一直在研究人和兽的深层关系，进行了大量实验。你老婆对仓母教来说，自然是不可多得的试验品。可是我老婆怀孕又不是1、2天了，为什么现在才找上她？可能是因为她快要生了。怎么样？长话短说，半小时前你老婆在熟睡，忽然出现奇怪的口哨声，你老婆晕了过去。一个男人，一个年轻女孩穿过飘窗来到房间，他们像是幽灵，可以穿墙。男人抱起苏西后，苏西也变成了幽灵状态，3人穿墙离开了。果然是伪队。小天的6级感知可以搜寻2000米内的觉醒者，除3大组织基地外，离城很少出现5个以上觉醒者聚集的情况。一旦感知到有多个觉醒者聚集的地方，大概率就是伪队的藏身处。那还等什么？追！救命！救救我！警告！散开！艺术，这才是艺术！这个疯猴子弄这么大动静，要不了一会3大组织全找上来了。怕什么？有埃蒙德在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埃蒙德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为什么要抓一个孕妇？这是上头的命令，我哪知道？天狗，你对付那猴子别靠太近，他能操控元素爆炸。青灵，你对付是好。黄警官，你对付光头别近身，别被他激怒，他能吸走你的能量。我来对付巫夫人。明白。上啊！呵呵，小姐姐，我们又见。玩具，我要把你变成我的玩具。不好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那是埃蒙德的方向，埃蒙德死了。这不可能，埃蒙德是无敌的。埃蒙德，他死了。我们走。埃蒙德，苏西在哪？
快告诉我，苏西在哪？答应我一件事，我就告诉你。好，你说。可佑那孩子从没杀过人，也没做过坏事，替我照顾他。我答应。谢谢。去岛国或许还来得及。我们明晚就能到岛国，但组织的支援至少也要后天才能跟我们会合。后天？这么慢？别急，如果伪队的目的是杀死苏老师，他们大可直接行动，不至于这么大费周章。现在可以断定，苏老师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我老婆是不是被那颗流星给抓走的？应该是。首先可以肯定的是，对方不是苍姆教的人，因为对方杀了埃蒙德，带走了苏西。埃蒙德的无敌状态，那是只针对我们无敌，遇到更厉害的敌人就失效了，这叫自作孽不可活。那颗流星是生兽制造的，应该是。可是生兽为什么要抓我老婆？我老婆跟生兽无冤无仇，而且我老婆也是兽，兽为何要伤害兽？这只生兽跟伪队一样，可能是冲着一个目的去的。什么目的？这是我想了很久。我先说结论，我认为人和兽是有极小的概率可以生出孩子，而且已经有过成功的先例，不止一例，那就是鬼。曼蛇说过，20年前他救过2个鬼。对，我也是从这点推测出来的。我们先假设苍姆教一早就知道人和兽有极小的概率能生出孩子，诞生的孩子介于人和兽之间，拥有完整人格，不会像兽一样见到人类就变得嗜血疯狂，但本质上他还是需要觉醒者的能量才能延续生命，而且他生来就带着极不稳定的诅咒，这诅咒让他强大，也随时会夺走他的命。这种生物就是鬼。黄警官捏紧拳头，对他来说，这既是好消息，也是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自己的孩子真的可以顺利降生到这个世界，而不会胎死腹中。坏消息是，自己的孩子今后要以觉醒者为食，黄警官肯定会第一个献出生命。可是他死之后，孩子又要怎么办？他不敢细想。苍姆教一直知道这个秘密，所以很早就开始对鬼进行抓捕。20年前，曼蛇放走的那2个鬼，应该就是苍姆教设计抓到的。对苍姆教而言，想要抓到鬼并为自己所用，肯定是越早越好。所以伪队盯上了我老婆，是因为我老婆快生了。是的，伪队抓走苏老师，就是因为他肚子里的孩子。畜生！那生兽为什么要抓苏西？生兽需要鬼做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们对生兽几乎一无所知。我总结下生兽的信息，大家看看能不能理出什么头绪。首先，生兽很强，至少有2种形态，人形态和巨鸟形态。然后，生兽身上的血液可以用来制作圣水，让觉醒者暴走，沦为丧失心智但超级强大的怪物。而且，生兽很稀少，对人类也没有明显敌意，因为生兽至今好像还没主动伤害过人类和觉醒者。另外，迷失兽对生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崇拜，并呼唤生兽为妈妈。你之前就猜测过，迷失者可能全是兽皇生出来的，这个兽皇会不会就是生兽？我看就是他了，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生兽为什么要抓我老婆？这恐怕只能问生兽了。你别急，苏老师的预产期还有10几天，至少在这之前，他应该不会受到伤害。对了，天狗，我记得你母亲是岛国人，你应该对岛国很熟吧？岛国虽然不大，但就凭我们几个，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想找出苏西，不太现实。不对，不是这样。我们得反推，首先，这只生兽为什么要带我老婆去岛国？为什么不是其他地方？还有一点，埃蒙德为什么会知道杀死他的生兽要带我老婆去岛国？生兽绝不会告诉埃蒙德，应该是埃蒙德一早就知道这件事。对，这说明岛国那地方有这只生兽非去不可的理由。会不会是祭坛？就像西国后山的那个祭坛？我好像明白了，难道生兽想复活同伴？你是说生兽打算拿我的老婆孩子当祭品，复活其他生兽？可能性很大，岛国也有一个祭坛，那里也死了一只生兽。今晚这只生兽抢走苏西，想以他肚子里的鬼为祭品，复活同伴。伪队也想抓苏西，结果被生兽截胡了。天狗，你对岛国肯定很了解，你知道哪里有这种祭坛吗？天狗还是沉默。咸鱼早就注意到了，自从上船后，天狗就有点不对劲。以往的天狗虽然话少，但表现为松弛和懒散，眼下的天狗十分扭捏，甚至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奇怪的倔强。我不知道。你不是在那长大的吗？你仔细想想啊，别这么快就下结论。我不知道。老黄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陈莹，调查这方面百川团最专业，他们在很多孤岛都有派驻人员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母亲是岛国人，所以我应该很熟悉那里？不是吗？我从没去过那。我对岛国的所有的解都来自网络，我其实很讨厌那，却还要假装很了解那，就好像我真的跟母亲在那生活过。很可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天狗低下头沉默着。曾经他很多次想去一次岛国，见一见母亲的家乡，有2次他甚至都买了船票，最后还是没勇气走上游轮。可今晚的这场突发状况让他来不及多想，回过神时已经在游轮上了。因为我怕被人知道我没有妈妈。接下来
天狗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天狗4岁那年，爸爸和妈妈的感情彻底破裂，爸爸搬出家，跟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了一起，而妈妈经常会在麻将馆待上1天1夜，把天狗饿得头晕眼花，他只能去翻垃圾桶里已经坏掉的面包渣。在天狗的记忆中，小时候他每次吃饭都会把自己吃撑，直到吃不下为止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会在什么时候。天狗的妈妈完全是个不称职的母亲，可是很奇怪，天狗记住的却总是妈妈对自己的好。有时候妈妈打麻将赢了钱，会买汉堡、薯条和可乐，然后陪天狗一起吃，一边吃一边给天狗讲故事。有时候妈妈看到天狗被邻居家的熊孩子欺负，会冲上去照着对方的脑袋就是一巴掌，接着不可避免跟熊孩子的家长站在大街上吵架，一吵就是1小钟头，脏话粗语张口就来，跟泼妇骂街一样。有时候妈妈会在半夜惊醒，然后抱着睡得迷迷糊糊的天狗哭泣流泪，妈妈不停地说着自己的迷茫和无助，人生太苦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那时天狗就想着自己一定要快快长大，这样就可以保护妈妈，不让妈妈伤心难过。在天狗4岁生日那天，妈妈给天狗买了一个很大的奶油蛋糕。这时妈妈看着天狗平静地说道：小然，妈妈要走了。去哪里呀？去岛国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妈妈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要回家了，所以不能带上你。妈妈没有回家。第2天，妈妈没有回家，直到第3天，父亲出现，把饿得几乎昏迷的天狗接回新家。桌上还有一半已经发臭的蛋糕，那是天狗留给妈妈的。你现在还会想他吗？想啊，有事没事都会想，想着如果再见到他，一定要问他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爱我呀？你有多少时间？30秒，最多45秒。我们准备的问题只怕问不完了，得有所取舍，由我来问。可以，握住我的手。记住，如果对方不知道，会直接沉默，你不用等待，立刻换下一个问题。还有，尸体只能回答他知道的问题，但不保证这个答案是客观正确的，因为尸体生前了解的信息可能是片面的，甚至错误的。明白了。等价交换。埃蒙德，回答我的问题。是，迷失者和人可以孕育鬼吗？不能。难道七影的推测错了？鬼是怎么来的？生兽。鬼竟然来自生兽，圣水来自生兽的什么？阳水。生兽跟迷失者是什么关系？播种。如何播种？迷失者死后化为种子，生兽通过猩红潮汐的血雾将种子送回迷失者体内，种子迷失者轮回。竟然是这样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兽的确没有真正的生殖系统，但为了确保生命的轮回，生兽会负责播种。每过10年，生兽都会以猩红潮汐中的红雾为媒介，将死去迷失者的种子重新送回所有女性迷失者的体内。这就解释了为何猩红潮汐的那7个夜晚，只有迷失者会强制入睡，其他高级兽则不会入睡。生兽还有什么能力或者职责？生育。生育什么？亡鬼。亡鬼应该就是鬼了。除了亡鬼还有什么？埃蒙德不再回答，身体失去了活力，永远死去。会长，必须支援七影，这个生兽太危险了，他们不可能是对手的。这个生兽肯定打算要利用苏西肚子里的孩子，完成什么阴谋？可能生兽就是靠苏西这样的祭品，才能成功孕育出亡鬼以及其他更可怕的物种，我们必须阻止。会长，我们必须立刻支援，或者先让七影停止调查，不然七影会死的，我们不能再失去更多人了。我自有安排。会长，这些年我从没违抗过你的任何命令，因为你每次都是对的，但这一次我不敢苟同。朱雀，要相信会长。我怎么相信？那可是生兽啊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支援？退1万步，就算不是为了救人，我们也不能放过生兽这种级别的情报啊。青龙不再言语，因为他也想不明白麒麟的真正用意。会长，对不起，我要通知七影，我不能看着同伴去送死。这是你的自由。喂，七影，快！朱雀刚说出3个字，信号就遭到了干扰，接着中断了。喂，说话！他来了。咸鱼猛地抬头，天空之上一道耀眼的白色流星出现，它正快速飞过来。大概正是因为它的出现，手机信号才被干扰了。咸鱼从没有感受过如此强大的紧张感和压迫感，双手控制不住的轻颤起来。他捏紧拳头，强迫自己保持镇定。各位，要上了！咸鱼一眼认出，这正是在半夜的路口举行邪恶仪式的神秘女人。这一次，咸鱼终于得以看清她的脸，不仅不意外，甚至还觉得过于合理，合理的有些不真实。妈妈，放开我老婆！一个觉醒者为了一只兽要死要活，这都什么事啊？咸鱼，你没必要掺和这事，都散了吧，我不杀你们。妈妈，你是小然，你为什么要抛下我？小然啊，你都觉醒了，就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你的亲生母亲呀。可你还是我的妈妈。我以前确实天真过，也想试着成为人类，普通平凡的度过一生。可这只是自欺欺人，人类啦，太麻烦了，我做不来，所以放弃了。所以你并不是岛国人？
岛国人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你说你要去岛国，你要回家了，不能带上我。我当时正好要来这边办点事，回家什么的我就随口一说的。傻孩子，你还真信了呀？天狗难以置信地看着庄梅，不敢相信这就是他等了18年的答案。原来他的妈妈根本不是岛国人，原来他这些年在做的那些事不仅愚蠢，还十分可笑。他这18年就是个笑话。妈妈，这些年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？哪怕1秒钟？没有过。不过嘛，也不讨厌。你小时候不哭不闹的，还省事，像只听话的小狗。小狗谁不喜欢呢？天狗愣在原地，刻入骨髓的久远记忆忽然开始在他的体内燃烧，狠狠地灼痛着他的胸口，蒸发着他的血液。小然，妈妈什么都没有了，妈妈只有你了。傻孩子，你还真信了呀？等小然以后变成男子汉了，一定要保护妈妈哦。你小时候不哭不闹的，还省事，像只听话的小狗。小然，妈妈爱你。没有过。上来！你妈妈该多伤心啊！警告：幸运点收益增幅至9500倍。他的白色能量攻防一体，但不能同时作用。青灵和黄警官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庄梅站立不动时是完全防御状态，不过在庄梅调动能量发起进攻时，庄梅的身体则失去白色能量的保护，不是无敌状态。上来！妈的，老婆孩子就在眼前等我去救，可我却无能为力，我真是个废物，该死！我为什么这么弱？我为什么不能再强一点？须臾间，一股陌生而强大的能量降临，灌入黄警官的天灵盖。恍惚间，他耳边响起了古老、深刻、威严的声音：“15光芒。”领悟光芒的瞬间，黄警官这些时日积攒在体内的愤怒一次性爆发，他什么都不管了，这条命谁想要谁拿去，谁也别想碰他的家人。光芒突破2级，光芒突破3级。黄警官的手枪口开始以螺旋形姿态积聚大量的光元素，整个世界都仿佛失去了光线，急剧暗淡了1秒。这一次，他毫无保留。此时的庄梅仍站在原地，3级光芒对处于防御状态的庄梅而言根本不痛不痒。不对，这不是真身，又是幻影。天狗，空间碎片。我果然还是不喜欢人类啊！明明是小猫小狗，却老是要咬人。警告：幸运点收益增幅至14000倍。耳边响起系统冰冷的警告声，咸鱼还跪在原地，他已无力再战，也丧失了求生的意志。那一秒，他心中只有绝望，平静的绝望。唯一还站立着的青灵松开手中的武器，双腿跪在了地上，再也做不出任何反抗。此刻，他觉得自己像是婴儿，脆弱的几乎要忘了如何呼吸。他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无条件的放松和依赖，然后无条件的回归于大地之母。输了吗？我要死了吗？这一次再没有奇迹了吗？主宰降临，众生臣服。带他们离开，越远越好。辛苦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。你就是序列1的龙。原来生兽真的存在。庄梅能感觉到这个龙很强，但究竟有多强，他不清楚。他的态度依旧蔑视，也没空跟他浪费时间。他必须夺回苏西，完成仪式。其实龙出现后，庄梅就应该出手阻止，可他居然无动于衷，眼睁睁看着咸鱼和青灵等人带走苏西。等等，这难道也是龙的能力？不过这种小把戏也到此为止了。龙，你赢不了我的，我不会给你展开领域的机会。你该不会以为自己还在领域外吧？主宰降临，众生臣服。审判开始。语录。雷鸣。
四海。庄梅发出介于人和兽之间的痛苦哀嚎，凄厉无比。他正遭受巨大的创伤，那是来自于生命本质的分解和掠夺。星辰，别碰！青灵，守好这个领域，不要让任何飞鸟之类的东西撞上它。好。咸鱼确认苏西和黄警官都没有生命危险，松了口气，望着眼前巨大的主宰领域，忽然灵光一闪，想明白了一件事。麒麟是故意的，麒麟明知我们不是生兽的对手，却坚决不支援我们，甚至还暗中找上李某人达成协议，让百川团也不参与增援，就是逼12生肖出手。谁有能力对付生兽？斗虎恐怕也没这个能力，那只能是龙亲自出马了。麒麟赌的就是龙一定会连夜赶来救我们，可是麒麟为何一定要逼龙出手？麒麟自己没信心打赢生兽？不，麒麟很强，而且相当自信。算了，想不通先不想了，龙一定要赢啊！传说中的主宰也不过如此啊！区区人类也想做神？4道审判下来，庄梅的精神状态进入了癫狂中。所有人类都一样，傲慢、愚蠢、无知、虚伪、贪婪、龌龊、不自量力。我真不明白，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啊？谁说审判结束了？日月。庄梅毫无尊严地发出撕心裂肺的挣扎，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丝绝望。队长，我答应你。龙听到咸鱼的回答，终于放心地睡去。太好了，我老婆没死，我孩子也没事，大家也没事，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全部活下来了。我不是在做梦，咸鱼，快告诉我，我不是在做梦。不是做梦。这次多亏了队长。看来我们离世界最强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咸鱼望着陷入昏迷的龙，心情复杂。谁能想到，迷雾世界中的最强觉醒者，竟然是一个充电2小时、通话5分钟的消耗品。接下来，龙又将陷入长久的冬眠，而咸鱼为报答龙的救命之恩，已经做好觉悟。如果在龙冬眠醒来之前，他预见的事情发生了，咸鱼将赌上性命，履行承诺。走吧，先回旅馆吧。天狗走了。妈妈，我还爱你，但不会再想你了。妈妈，再见了。天狗，我和龙可以信任你吗？可以吧。发动拾荒者。目标没说谎，态度为善意。好，那我摊牌了。其实我是12生肖的人。原来如此。知道这事的人有龙、斗虎、青蛇、黄牛，现在你也知道了。我会保密的。好。接下来的几分钟，咸鱼把麒麟跟李某人达成共识，没有给他们派出增援的事详细说明了一下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？你该不会暴露了吧？要不你直接回12生肖，我感觉麒麟工会你不能再待了，很危险。麒麟不派增援，未必是怀疑你，可能麒麟是冲着队长来的。天狗，你是说麒麟和李某人故意不增援，就是为了逼龙出手？是的，很早以前副队长就跟我们说过，麒麟和李某人都有点怕队长。龙可是单刷了生兽，换我也怕呀。我需要你们统一口径，这样我才能继续待在麒麟工会。为什么还要留在那？还不到撕破脸的时候。我认为没这必要了。青灵，你别急，咸鱼这样做肯定有他的理由。总之，我们先来统一口径。第一是生兽的实力略高于莉莉娅。莉莉娅有多厉害？实力至少在3个斗虎以上，但这件事我们自己知道就行。第二，我们跟庄梅恶战一场，消耗了他50%的实力。龙及时赶到，展开主宰领域，杀死了庄梅。这个领域的球体不大，直径不超过10米，这个细节非常重要，别搞错了。第三，龙杀死生兽后没有昏迷，他表示还有事要办，自行离开，没与我们同行。天狗，你负责偷偷把龙送回基地，这事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除了斗虎。明白。我一会就打电话，按照这个版本向麒麟汇报。老黄，你也这样向12生肖汇报，然后找个理由给陈英打电话，无意透露一些给百川团，痕迹别太明显。明白。至于今晚事情的真相，你回基地后单独找机会跟斗虎汇报。明白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没了。好，那就按计划进行。喂，七隐，你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立刻停止调查，生兽很危险，不是你们能对付的。朱雀长老，谢谢关心，我们都还活着。什么意思？你们遇到生兽了？是的，我们杀了他，现在已经在返程的船上了。接下来的10分钟，咸鱼详细汇报了这2天的岛国之旅。当然，最后的大战结果是按照修改后的版本说的。你没事就好，七隐，尽快回来。埃蒙德这边我们审问过了，也得到了不少情报。好。咸鱼挂断电话后，手里攥着手机，冷汗直流，双手止不住的颤抖。怎么了？咸鱼不说话，眼神有些失焦，像是看着青灵，又像是什么都没有看。你的手在发抖，可能是有点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一切明明很顺利，苏西成功救回来了，麒麟那边也瞒过去了。没什么，
别摆出一副死人脸，真想死说一声，我成全你。青灵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问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是敌人，你会杀我吗？会。但我会先问为什么。这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谢谢你，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咸鱼回到离城，本以为朱雀会直接把车开往南房子诊所，跟麒麟青龙一起开个会，结果麒麟认为没有开会的必要，情况他都从咸鱼的电话中了解了。会长脸皮薄，一时半会估计没脸见你。会长料事如神，猜到龙会来支援。少来，会长不派人支援你，你心里多少有点怨言吧？不敢。哎呦，七姨了，你都是长老了，没必要这么谨小慎微，太有损魅力了。我要真按你说的改变了，你下次准会说还是喜欢之前的我。回家还是回大学？回家吧。儿子，你怎么这个点回来了？明天放假，今晚跟朋友玩通宵剧本杀钢散。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不知怎么的失眠了，好久没失眠过了。上次睡不着，还是你高考那2天。妈，怎么了，儿子？你是不是饿了？我去给你煮碗面，你吃了再睡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刚才是不是有话跟妈妈说？妈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骗我？你骗我什么了？你还记得小学5年级你送我去少年宫学奥数吗？当然记得啊。妈，其实那时候我每周末都没有去少年宫，我去电子游戏室打游戏了。妈早知道了，你这点事怎么瞒得住我呀？你怎么发现的？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，你根本不会撒谎，你每次撒谎眼神都不一样，跟你爸如出一辙。难道爸骗你的事你也知道？都知道，我后来让他送你去少年宫，想让他监督你，结果他陪你一块去玩电子游戏，你们还串通好了来骗我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想骗你的，可我真的不喜欢奥数。傻孩子，妈都知道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假装不知道呢？你为什么没有打我骂我？妈妈怎么舍得呀？你是我的儿子呀，只是你也要理解妈妈，妈妈必须当个称职的母亲，如果都像你爸和你奶奶那样宠着你可不行啊，这样你永远长不大。妈，我知道了。你看现在多好，我儿子长大了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妈妈做的事，妈妈都不后悔。可是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其实一点也不想有出息，我真的很累。妈妈没有说话，还是眼中含笑的看着咸鱼。妈，我真的好累啊。儿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妈，奥数好难，我真的不会，我不想学了，我可不可以不学了呀？傻孩子。昨晚我做了一个梦，特别奇怪，梦里我听见有人在哭，哭得可伤心了。我走近一看，竟然是一只羊。老婆，我看到你正抱着那只羊，在给它梳羊毛。那只羊哇哇大哭，一边哭还一边喊着什么。这题好难啊，我不会做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是啊，简直莫名其妙，我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？儿子，你不是会解梦吗？给我解解。半小时后，一家人吃过早餐，林月跟高星星出门去超市买东西了，家里只剩下了咸鱼和高手。儿子，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什么。少来，你抱着你妈哭得那么大声，我想不被吵醒都难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跟爸说啊，爸可以帮你。爸，梅姨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她是生兽。咸鱼把这2天发生的事给高手讲了一遍，高手听完脸色越发沉重，很快想明白了一些事，但高手不愿想，也不敢去深想。什么都别跟我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我算是知道自己遇事就爱逃避的坏习惯是跟谁学的。儿子，还有10天，就是我跟你妈的20周年结婚纪念日了。是啊，11月11号快到了，你打算送妈什么礼物？你爹这次要整个大动作，不过嘛，需要你和儿媳的一点点协助。确定只是一点点？不急，回头我再把计划告诉你。下周2的下午，你俩都把时间空出来。好。凌晨3点，除黄牛外，破仓小组全员到齐。咸鱼作为队长，将此次岛国之行的事跟大家进行了说明，当然做了一定的保留和修改。队长，下次执行任务必须带上我。咸鱼一眼看出灰熊那点小心思，忍住笑，故意冷着脸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因为我是副队长，至于尾队那些杂鱼，我更是不在话下。好了，黄警官由于特殊原因暂时退出破仓小组，接下来是破仓小组的后续工作安排。之后，破仓小组将兵分2路，一路人继续对仓母教进行调查，就叫调查队；一路人寻找生兽的一切线索，就叫行动队。调查组成员为陈莹、艾曼、罐头、奈奈，另外12生肖的白兔和百川团的无色也会参与进来。调查组组长陈莹，副组长白兔，行动组成员为灰熊、慢蛇、九寒、青蛇、天狗和我，另外12生肖的斗虎会参与进来，当我的副组长。终于轮到老子大展身手了。队长，我前2天领悟了疾风。
疾风序列号27，元素系，这不是前队长三空的天赋吗？队长，我也可以战斗了，我想加入行动组。罐头，你就老实待在调查组，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生兽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们这些人可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。我不怕死，我也可以战斗。罐头，这是命令。哦，我服从命令。今晚就到这，散会。罐头留下。罐头，你知道行动组有多危险吗？我就是因为知道啊，所以才……我们这次去岛国，要不是龙最后赶来，我们4个必死无疑。我知道队长是为我好，不希望我有事，但是我情愿跟大家在一起。如果你们都出事了，只剩我一个人活着。罐头，如果我不是七影长老，我可以信任你吗？当然，不管队长是不是七影长老，我都是队长的人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不管队长人在哪，我都跟队长干。啊，不对，我是想说，知道了，我相信你。罐头，5组当中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当然，灰熊慢蛇和九寒我也很信任，但跟你比还差了一点，所以我还需要把他们带在身边，这样我才能更了解他们，直到时机成熟，确认他们是否也值得托付。罐头，我把你放在调查组的原因，你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，队长放心，如果调查组有任何隐瞒或者不对劲的地方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。罐头，这个世界危险的不仅仅是兽，你一定要谨言慎行。队长放心吧，我会小心，你们也一定要平安，绝对不能有事。小黄，醒这么早？睡不太着。刘大爷怎么样了？老样子，天天喊着这里疼那里疼。你当初加入12生肖，就是为了搞清自己跟刘大爷的关系吧？是的。现在刘大爷的这种情况，你觉得这事还重要吗？我想搞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并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。我希望我哥能善终，不要落得一个悲惨下场。我很怕他到死才受化，发现自己不是人，活了一辈子只是一场空。我绝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为了这个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任何事吗？是的，任何事，哪怕这事是错的。对，哪怕是错的。我升级了，很快啊，这才2天。是啊，比我预想的要快。黄警官脸色一沉，他发现他的身体无法动弹，泼猴也一样。回过神时，他们的身体已经被一种冰冷怪异的能量束缚住。是魅影，无影之光，出来吧。黄警官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是黄连组的人？黄警官，你怎么连我名字都忘了？好歹我们也算是过命的交情啊。你是叫钟鹤吧？天赋是顺风耳，序列号111。呵呵，黄警官，你瞧瞧，人家侯爷都比你记性好。哼，你刚才的行为很危险，公然破坏3大组织符文公约，我可以立刻杀了你。哈哈，误会一场，我可不是那种发达之后就忙着找轻视过自己的人报仇的类型。你是来借元素符文升级的？是啊，前几天刚领悟了魅影，我跟你们组织的白兔走过程序了。他说符文在你这，让我来找你拿。让你来找我拿，可没让你来抢。黄警官，你看你又误会了，我可是听到了，你刚升4级了对吧？不正好轮到我了吗？按规矩，我必须展示一下自己的天赋，确保没有撒谎，我就直接走流程了。等着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有什么事？百川团的钟鹤来找我借元素符文，有这事吗？他现在就过来找你了，我还打算明天再通知你的。借符文回路升级，不应该去我们12生肖接受监管吗？话是没错，但是现在大家都很忙啊，基地没2个人，总不能让蒙小羊来监管吧？就这样把符文给他们？是的，给他吧。可是放心，虎叔说了，他要是3天内没还符文，虎叔亲自过去拿，顺便收点利息，比如1条胳膊之类的。知道了，给你。谢了。你还不走？执行任务。百川团派你来监视苏西，别说那么难听嘛，是派我来保护你老婆，身份特殊，尾队又虎视眈眈，可不得盯紧点。不需要，这里有我和泼猴就够了。黄警官，你跟我说这些没用，有一件找我领导。哦，对了，麒麟工会也会派人来保护苏西，你俩会打麻将吗？到时候正好凑一桌。身份剧本，我职业是一名模特，某次找遇上你扫黄，拘了2天，跟你就这么认识了。这次偷气被对方老公抓现场，打断了腿，在这里住院。你这太假了，腿断了至少也得打折，做戏做全套，我免费帮你断腿。别，要不我还是换一个病吧。Hello， 你喜欢西梅吗？我更喜欢罗 C。罗 C 也很厉害，我最近就有看他的球赛。打住，你想推销什么？我叫洪小小，这是我撕的护肤品，采用了。我买。好的，先生，您买几套？1套吧，先用着，效果好我再找你啊。好的，好用的话再找我啊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祝你们生活愉快，拜拜，再见。浪费钱，我家里那些都没用完呢。大学生嘛，刚出社会不容易。你呀你，宝宝动了。真的？你快来听听。小家伙，我是你爸，听话呀，别乱动了。很快我们就见面了。
你找谁？你好，我是迷失，我是苏老师的学生，经常听他的音乐课。是你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苏老师，我听说您待产住院，刚好经过这，就顺路过来看看你。你真是有心了。呵呵，来坐吧。黄警官双手撑腰，看起来动作轻松，实际上随时准备好拔枪射击，以预防突发情况。他相信迷失动作再快，也快不过自己的6级枪神。苏老师，我和其他同学听不到您的课，都特别想您。我也挺想早日回来上课，现在每天待在医院，闷得不行。苏老师，宝宝什么时候生？医生说就在下周。男孩还是女孩？我跟老黄都没问，想给自己一个惊喜。是，不管男孩女孩，我们都喜欢。接下来，苏西和迷失聊起了学校的事，气氛轻松。黄警官也不时插几句话，整个人慢慢松懈下来。那个小诗啊，我老婆要休息了，要不下次再聊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话太多了。苏老师，你好好休息。等孩子顺利出生了，我还有同学们，我们再过来看您。好的。小诗，真好啊！苏老师真幸福，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幸福，像他一样自由吗？当然可以。可以的，我也一定可以，就像生顿。黄警官没有任何犹豫，也完全不考虑后果。他现在心中只有一件事：杀死迷失。无论是3级魅影的绞杀，还是5级大帝的合围，都太慢了。多拖1秒，苏西就多一分危险。黄警官快速喘气，看向迷失，瞳孔一震。在他的设想中，迷失应该被光元素彻底融化才对，可迷失还没死，正是束缚住他行动的魅影，成为了他坚硬的铠甲，抵挡住了大部分光元素的攻击。这一点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。不要！我黄牛住手！为什么要多管闲事？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我已经杀了他，我老婆孩子也不会死。要不是我束缚住他，你哪有时间杀他？那你最后为什么不收回魅影？我忘了，我刚领悟的天赋，我没有经验。你他妈就是个废物！是，我是废物。猩红潮汐的时候，我保护不了队友，只能远远看着。现在领悟了魅影，也还是帮倒忙。来啊，一枪崩了我这个废物，这样你就可以领悟魅影，去拯救世界。不是只有你是受害者，我一家5口全死了，我的好兄弟全死了，我早他妈的不想活了。操！住手！这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，钟赫直接傻眼了。他盯着死在自己脚下的男人，久久没能回过神来。泼猴也呆住了，事情完全超出他的意料，整整10秒，泼猴才回过神来。给组织打电话，找人来善后。好。我去看看外面，如果这栋楼里有高级兽，尤其是号角者，必须立刻解决，否则会更加麻烦。哇，这么惨烈！你是觉醒者，侯爷，别紧张，我是自己人。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！要是这东西不见了，我怕是也没办法了。时光重置。30秒左右，病房中的一切都恢复原状。苏西还躺在病床上，毫发无伤，沉沉睡去。黄警官的太阳穴也没有被子弹凿穿的痕迹。他和苏西并不是复活了，他们只是回到了3分钟前的状态，昏迷，属于时光重置的副作用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的真实身份是麒麟工会朱雀组的副组长，我是上个月才新加入的，我是新觉醒者，天赋游戏玩家，序列号16，神迹系。你可以复活别人？不是哦，游戏玩家的主要能力是存档和读档。半小时前给这间病房打下标记之后，这个空间每隔3分钟就会自动存档一次，这也是3级游戏玩家的极限啦。我懂了，你刚才在读档，让这间房里发生的一切都回到3分钟前的状态。是的，运气真好。要是黄警官没在房间自杀，或者他之前没找我买护肤品，我找不到机会打标记，就没法读档了。洪小小运气真好，难道这就是新手光环？不过嘛，接下来的3天我都没法对他们使用这个能力了，苏老师就靠你们保护啦。洪小小，今天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不客气，分内事。对了，你要不要试一试我司的护肤品？行，我先买3套。好，3套可以打8折。咸鱼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怎么了？你那边是不是出事了？出了点事，不过也算有惊无险吧。我记得你有个同学叫迷失是吧？是的，他怎么了？他今天傍晚来探望我老婆，结果醒了，是寄生者，很强，现在已经被我们处理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，
怎么了？那个租借女友的工资能不能换一种方式？为什么？因为有点小贵。咸鱼本以为花不了多少钱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上一次的撒娇、牵手、搂抱的频率太高。当他收到青灵发过来的账单时，下巴都快经脱臼了。他1个月工资直接没了呀！咸鱼倒不是心疼钱，毕竟之前200金乌币的工资都开出去了，但他下个月发工资的时间还早，现在的小金库有点虚了。这样吧，我直接给你按天算，1天20金乌币，饭的话有时间随时请你吃。好啊，我没问题。成交，进去吧。儿子，小玲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妈，下午没课，我们逛街逛到这，正好我想给小玲买个戒指当生日礼物，知道你在这里上班，就来了。来，你们来看看，员工家属还有优惠呢。阿姨好，您帮我挑一个吧。好。怎么样？好看。阿姨，你也戴下看看，我对比一下感觉。怎么样，顺利吗？挺顺利的。妈妈的戒指尺码搞到了，款式上我不懂，你问青灵。有2款阿姨挺喜欢的，我拍照了，一会发给叔叔。回头你买钻戒就按照这2个类型挑选。我就知道你俩靠谱。爸，你真打算在纪念日跟妈求婚了？当然啊。为什么突然想做这件事？这事我都琢磨好久了。我们那时候穷，哪有求婚这种东西？结婚都是匆匆忙忙的。结婚后又生了你跟星星，一心忙着赚钱养家，这一晃眼就到现在了。儿子，我好像从没跟你说过我跟你妈是怎么在一起的吧？说了呀，你下手快准狠，一下就把我妈拿捏了。臭小子，我那是吹牛的，你还当真了？半小时后，高手去接林月下班了。咸鱼跟青灵刚想离开，这时电话响了。金长老，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坏消息，天狗暂时退出破仓行动组，我安排他去执行其他任务了，可否批准？你都先斩后奏，还跟我假客气个屁啊！批准。好消息是什么？生兽这边有新线索了，我从一个老朋友那打听到的。线索在哪？李果，行动组全员立刻去你那里集合。你这意思是让我来通知？加密群里发下消息，很简单啊。不是，我好歹是组织2把手，是你的前领导何老师，你怎么能使唤我做这种事？我不要面子。虎叔，我好歹是破仓组总负责人，总不能我来通知吧？我也要面子。我不管，你让别人去做。切，男人真幼稚。信长老也到了，开会吧。豆虎翘着双腿搭在圆桌上，一副他才是老大的模样。咸鱼也不跟他计较，跟青灵坐下，短短3个字就把主权夺了回来。汇报吧。我一个散人朋友，贾博士，天赋天才，目前住在离国。贾博士，好名字啊！别尬聊，谐音梗并不好笑。复议。继续。这人你们应该不陌生，西域言就是他搞出来的。原来是他。猩红潮汐时，他没来白虎酒店避难。我能记住任何见过一面的人，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贾博士这个人。我有叫他过来，他答应了，结果割了。出事了？没有，他老是沉迷一些研究，经常好几天不吃不睡，直到晕过去，最后被管家送去医院了。说正事。说完了。这就完了？生兽呢？线索呢？他说必须我们过去找他才会说。他可能在骗我们。不排除这种可能，但是我们又能损失什么呢？就当出国旅游了。好了，大家回去准备一下，明早出发。会议结束。你就是麒麟公会的七影长老？你认识我？我认识所有觉醒者，你们的信息我都有。尾队也认识吗？这倒不认识，不过那个猎狗加入尾队之前来我这当过几个月的助理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去了尾队。看来这个猎狗从贾博士这里偷师了不少东西，才研究出了圣术。聊生兽。豆虎，你跟我说的生兽祭坛，我恰好见过一个。在哪里？不在离国。不是，那你叫我们过来干嘛？我打算跟你们一块去，我不会吃鸡，所以就让你们来接我一下。先说生兽在哪？尼国。买票，出发。这里没有祭坛啊。就是这，等到凌晨，祭坛就出现了。队长，你去岛国的那个什么神社，一开始也是没有祭坛吧？是的，庄梅出现后，祭坛才在我们脚下出现的。那这次没有生兽，祭坛是不是就不出现了？很有可能。都看我干什么？我上次就是在这凌晨看见的，但不代表这次就一定能看见啊。先等到12点再说。就是，说不定一会生兽就飞过来了，就跟队长在岛国那次一样。都看我干嘛？我就开个玩笑。危险值14000的生兽，这种玩笑你笑得出来？哎，失策了，应该带个奶妈过来，万一真要打生兽，可就麻烦了。我们只是来调查祭坛的，不会真的要打生兽吧？一切皆有可能。老韩 ，C 药剂够不够？C 药剂没什么用，试试我的新药啊！吃下后24小时内死一次都能复活，前提是心脏和大脑不遭受严重破坏。快，给我1粒！我最弱，但生命最宝贵，我先吃1粒。还有3粒，你们看着分。队长，给你吃吧，你的命比我。饭时忽然出现，一把抓住灰熊的手，还在说话的灰熊猝不及防就把药丸给吞了下去。
慢蛇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啊！老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？慢蛇懒得看灰熊，从贾博士手中拿走剩余的2粒药丸，自己吃了1粒，另外1粒递给九寒。九寒仰头闭口吞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队伍里我们3个最弱，不是弱还有理了。慢蛇是对的，一会如果真的遭遇强敌，实力最弱的人最容易死。但如果敌人强到我和七影青蛇都对付不了，结局一定是团灭，谁吃复活药意义都不大了。时间到了，没反应啊！意料之中。接下来怎么做？就这么无功而返，实在有点不甘心啊。是啊，我连复活药都吃了，总不能白吃吧？是药3分毒，副作用指定不小。说不定真有副作用，毕竟我只对自己实验了。回头你们3个要有什么不良反应，记得告诉我。贾博士，你上次在这见到祭坛是什么时候？8年前。猩红潮汐。这就对了，祭坛每次出现都跟生兽有关，生兽应该就是激活祭坛的钥匙。根据朱雀从埃蒙德尸体那问的线索，生兽主要有2个职责。第一个职责是生兽可以生育王鬼和另外2种生物，王鬼就是鬼团，另外2种生物埃蒙德没说出口。等等，生兽能生育鬼，这是真的？你就这样讲出来，没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大家迟早会知道，没什么好隐瞒的。生兽的第2个职责就是播种，所有死去的迷失兽都会变成能量种子，然后回归到中烟之门。这些种子通过每10年一次的猩红潮汐，以血雾为媒介，再回到迷失兽的体内，它们正常长大，结婚生子，就像普通人类一样。基于以上的前提，我猜贾博士上次能看到这里的祭坛，并非偶然，可能是赶上猩红潮汐开始前，或者刚结束，祭坛的能量还没消退。虽然事情捋清楚了，但没有生兽，我们也激活不了祭坛啊。其实我有个方法，说不定可以激活祭坛。什么办法？队长，你不会真打算把生兽引过来吧？我哪有那本事？副队长，我们私下聊几句。虎叔，我可以信任你吗？呵呵，龙这次去岛国，是不是又跟你交代了什么？是的，但我不能说。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们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人。有虎叔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那个贾博士可以信任吗？不能。倒不是说他有坏心眼，只是他这人完全没有秘密的概念，别人问他什么他都会说。好，那一会让他回避下。贾博士，你回避一下，我们有点事要聊。不是，虎叔这么直接的吗？好。灰熊、慢蛇、九寒，你们过来。我可以信任你们吗？3人皆是一愣，没想到队长会突然说出这么见外的话。不过3人都不傻，预感到事情并不简单。队长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多少次了，我老熊早把命交给你了。队长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加入麒麟工会就是为了找猎狗报仇，现在报仇了，我在哪都一样。队长，你是了解我的，只要能彻底消灭仓母教，其他我都不在乎。好，使用拾荒者，目标没有撒谎，态度为善意。从今就是自己人了，我摊牌吧，我是12生肖的卧底。不过我没做任何伤害麒麟组织的事，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一个眼。哈哈，开局一个眼，2月生长老，不愧是队长。都是自己人，我也不藏了，一直以来我都跟鬼团的人有联系。鬼团？是的。接下来，咸鱼跟大家讲述了一下鬼团的4名成员，以及他跟初雪、白鹿这对姐妹的纠葛。大家听完，再次刷新了认知。等于说，你现在体内有一半出血的诅咒能量？是的，我之前被莉莉亚掏心复活了一次，不知道体内的诅咒还在不在。不过，我想试一试。呵呵，试一试嘞，反正又没损失。接着，队长，你最好也配一把替身武器，有时候不能太依赖天赋。好，谢谢你送我的礼物。不是，还能这样？嘿嘿，开玩笑的，发工资了给你。啊，我懂了，用血对不对？鬼是生兽的孩子，队长体内有鬼的诅咒，4舍5入也算半个鬼。那队长的血液中也有生兽的能量。是的。祭坛，这里就是祭坛。祭坛出现了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要不我们还是撤吧。怎么撤？原路返回，从流沙中爬回去吗？你他妈就知道说风凉话，一会要是蹦出个生兽，我看你还嘴硬不？你们都过来。这碑上记录的应该就是那3种生物。鬼不是生来带着诅咒吗？这根穿过鬼的黑线，是不是就是诅咒啊？看来是这样了。这小孩的画风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，看起来很邪恶，有点像恶魔。各位，我猜那口棺材里装的是一只死掉的生兽。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，你别告诉我你想打开棺材。对，谁赞成谁反对？咸鱼、青灵和慢蛇一脸无所谓，没有反对。这里也没其他路了，只能赌一把了。不是，你们真要开啊？老子平日里可是出了名的莽啊，怎么你们比我还莽？这队伍里还有没有正常人呢？少数服从多数，兄弟有劳了。我来。你力气最大，让我来也行，不过我方法比较暴力，感觉不太尊重死者，要是触犯了什么机关，我可不管了。哎，别，让我来吧。慢蛇、九寒，你们掩护我。卧槽，队长你来演。不是，老子是比较抗揍，而且还吃了一颗复活药，但你们一个个的也太狗了吧。
我操！灰熊，快过来！警告，你正面临极度危险的处境，幸运点收益增幅至8000倍。哼！我耶！他在成长。警告，幸运点收益增幅至9000倍。灰熊死了，不能让这个怪物直接伤到身体，否则必死无疑。哼！哼！去死吧，自爆！他死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战斗才刚开始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不知道，应该是画上的那3个小孩，到底是哪个就不清楚了。应该是第3个死婴，所以变异了。很有可能，这东西肯定不是王鬼。首先，它比鬼要强大，外貌特征也完全不符，而且鬼也是按照近似人类的成长轨迹一点点长大。但这个怪物完全不讲道理，在杀戮中迅速进化。它应该是第4面壁画上的黑线组成的小孩，邪恶、愤怒、憎恨一切。他在以他理解的方式学习我的幻影。我跟咸鱼对付一只，你们对付另一只，上吧。电拳！自爆！九寒一直在等待机会，这期间他也不是什么事都没做，他去解开了灰熊裤子上的皮带。九寒本想用自己的皮带，但这样战斗时就老要担心裤子往下掉，实在太傻叉了。九寒将灰熊的皮带缠在自己的手上，接下来继续等待机会。现在机会来了，发动6级弱点，36倍力量。九寒攥紧拳头，朝着怪物冲去。1秒后，他将打出第3拳。他几乎已经看到怪物的胸口直接爆裂的场景，可现实并非如此。九寒的拳头在即将靠近怪物时，那一拳打偏了，没有触发36倍力量。怪物挨了九寒一拳，飞出7、8米，飞向另一个分身。2个分身就像2块果冻碰撞到一起，咕噜一声，又变回了一个整体。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从咸鱼那学习的分身战术是错误的决定。警告，幸运点收益增幅至11000倍。不能再拖了！这个怪物最可怕的地方是它可以不断在战斗中快速进化，再打上几轮，它的战力恐怕要直逼庄梅的2形态，那可真就危险了。糟了！这是白鹿的能力。哟，这不是鬼家赘婿吗？几天不见，棍这么拉了。诸位辛苦了，剩下的交给我们鬼团吧。我明白了，看来鬼团靠着惊蛰的超音速能力，先与我们探索到这里，然后躲在暗处探一探虚实，再决定出不出手，什么时候出手。该说不说，这行为真够老六啊！天降神威！警告，幸运点收益增幅至12000倍。什么？即便处于死亡边缘，它依然还能成长的进化，这哪还是怪物，这是恶魔呀！咸鱼，我好想你。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当舔狗，小心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遭赘婿也要讲究方法。快点，我要搞不定了。嘿嘿，咸鱼，看我的驱魂。逐破。尸狗、腐屎、血鹰、吞贼、飞毒、除秽、臭废。我耶！咸鱼，你想我没？有没有想我？快说，有没有想我？想了。咸鱼刚要回答，
忽然发现不对劲，自己的腰部怎么有点紧啊？他低头一看，初雪一双纤细雪白的双腿竟然夹住了咸鱼的腰。不是，这什么动作呀？初雪，给我站好点，成何体统？白鹿心中无奈，这段时间初雪一直缠着白鹿，让姐姐告诉她什么是爱情。白鹿想着也是时候让初雪长大了，就陪她看了一些爱情电影，试图教她了解爱情。昨晚在酒店，初雪打开白鹿的笔记本电脑，找到一部叫《喜剧之神》的电影，闷头看完了。电影中的女主角总是以双腿夹住男主角腰部的奇怪方式拥抱。看完后，初雪激动地告诉白鹿：姐姐，我懂爱情了，我不要友情了，我要做咸鱼的爱情。你懂个锤子爱情？就你这恋爱脑，被咸鱼卖了还要替他数钱。咸鱼，我决定了，我们不做朋友了，我们要做……他没事吧？能量消耗太多了，补个觉就好。那就好。是不是强者都这样？充电2小时，通话5分钟。忽然，咸鱼感觉侧面凉飕飕的，回头一看，青灵正悠悠地盯着他。嗨嗨，青灵，他们就是鬼团。这是白鹿，这只猫你见过？叫初雪。你一早就知道鬼团跟着我们对不对？这种事你竟然敢瞒着我？没有，白鹿，快替我作证啊！咸鱼，合作愉快。还说你不知道？冤枉啊！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刚开玩笑的，他确实不知情。哼，你就是鬼团的老大？我更喜欢大家长这个称呼。哎呦，人小鬼大的。放肆！你在干什么？看到小孩摸摸头，表示友好的意思啊。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你爷爷了。让着你初犯，又是我们鬼家最续的同伴，这次就不追究了，下不为例。呵呵，口气不小嘛，我还想追究一下你呢。利用你们的是纯属巧合，我们也在找生兽。虽然你们跟咸鱼同行，但鬼族跟觉醒者毕竟是天敌，所以我没有贸然现身。那最后为什么又出手了？杀死诅咒之子是我们的共同目标。原来他叫诅咒之子啊，这不一定是他真正的名字。我去，吓我一跳！我说兄弟，你速度也太快了吧？怎么做到的？能不能教教我？天生的，教不会，就像你的天赋，我也学不会。哈哈，小家伙，叫我春大人。春大人，你们为什么要找诅咒之子？告诉你们也没什么，你应该知道，查姆教之前跟我们有过合作，我们替他们办一些事，作为交换，他们定期给我们提供食物，并消除我们身上的诅咒。知道。但查姆教失言了，他们没办法消除我们身上的诅咒。不过作为补偿，他们透露给我们一些真相。得知这个真相时，我们相当震惊，花了一些时间才接受。你们知道了自己的出身？看来你们知道了。原来我们鬼是人类和牲兽生下的孩子，天生带有诅咒。不仅如此，牲兽一旦生下我们，就会死亡。这些我们早知道了，说点新鲜的。查姆教并不清楚牲兽具体来自于哪，但他们可以确认，牲兽每隔20年就会出现几只。牲兽的使命是播种和生育。这些我们也知道了。那你们知不知道，牲兽除了我们鬼，还可能生出什么吗？是诅咒之子。是的，查姆教认为鬼的诅咒源于牲兽诞下的诅咒之子，所以只要找到并杀死它，就可能消除掉我们身上的诅咒。所以你们开始环游世界，满世界找诅咒之子。我们收集了很多线索，去了很多地方，都无功而返。这里是我们的最后一站，没想到撞见了你们。现在诅咒之子死了，你们身上的诅咒消失了吗？不知道，杀死他之后，我体内确实有一些变化，但我的诅咒还在，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，也可能根本没用。这只生兽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吗？什么意思？100年的情报，能说吗？说吧，这情报没必要藏着，就当是情报交换了。我们推测，迷雾世界的真实寿命只有100年，它根本没有历史，也没有未来。2年后，这个世界会终结，一切都会消失，或者被迷雾吞噬。现场鸦雀无声，这次轮到春、白鹿和惊蛰震惊了。如果这世界真的只有100年，那这里的一切都说不通。比如这只孟乃伊生兽为什么会一尸两命？他是被谁杀死的？被谁封印的？为什么生兽死了，他腹中的诅咒之子还能活着？卧槽！谁他妈把我的裤子了？你们他妈的对我做了什么啊？完事了，恭喜你躺赢了。那你们脱我裤子干嘛？回头再给你解释，先穿好裤子。那小孩是个什么？鬼团叫他诅咒之子。鬼？什么鬼？他们就是鬼。是的，看来我错过了好多事啊。不管了，先做正事。刚打完诅咒之子，受了点小伤。哇，诅咒之子是什么？队长，大家都还好吧？诸事顺利。生兽生下来的怪物比鬼还要强，看来又是一场恶战啊！大家没事就好。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这玩意是挺强的，灰熊都没看清就躺下了，我们打完他才醒。老子那叫战术挨打，给队友争取宝贵时间。我可以替灰熊坐镇，他睡得很香。你们给我滚！好了，先别聊了，大家先离开这里。凌晨1点，不远处的沙丘上，贾博士正给百川团的陈颖打电话。我真没撒谎，豆胡让我离开一下，我就四处走走。回来一看，好家伙，6个大活人全不见了，我哪知道他们上哪去了？贾博士，哇，你们去哪了？说来话长，等等，这3人是谁呀？
怎么还有只猫？这猫很漂亮啊，什么品种？让我带回去研究研究。贾博士，这4位是鬼团。鬼团？太好了，终于见到活着的鬼了，请务必跟我回去，让我研究一下你们的身体构造。老头，你得感谢我不饿，不然你已经死了。你说我是老头？你这姑娘长得漂漂亮亮的，怎么这么没素质？你胆敢再说一遍，我不介意吃个垃圾套餐。五叔，交给你了。庆蛇，你来搞定。九寒，你处理一下。放心，交给我。老贾，算了算了，我跟你说说我们刚去哪了，保证你感兴趣。好啊，你走之后呢，我们就激活了祭坛，结果遇到了流煞。你是不知道那个凶险啊！下面有个石棺，里面有个木乃伊，居然是一只生兽，居然还怀孕了。嚯，那个诅咒质子贼强，老子也不是吃素的，一马当先，卡卡乱杀，我把他削得差不多了。鬼坛出手了，原来他们一直在跟踪我们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老熊，看不出你挺强啊。嗨，强不强都是次要的，主要还是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。我总结了制胜的3大要点，我跟你展开说说。众人离开沙漠区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毕竟人鬼殊途，春跟咸鱼等人达成一个保密的口头协议，便分道扬镳。咸鱼等人回了酒店，避开贾博士后开了个短会，针对今晚的经历，统一出一个可以汇报3大组织的版本。一行人打算在酒店睡几个小时，中午坐飞机回黎城。你有心事？是的。从你看到石碑上的壁画后，就有点不对劲，到底什么事？青灵，我不是不想跟你说，而是没法跟你说。什么意思？就好像我发现了一道题，但只发现了一半的题目，根本没法解，所以我想至少先搞清完整的题，再跟你说，你再帮我想办法。那你先告诉我那一半的题。不是，我想帮你。七营长老，青蛇小姐，七哥，蛇姐，这几天有事发生吗？没有，自从上次的事件后，一直平安无事，而且我已经重新存档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很好。是谁？是我，还有青灵。进来吧。慢点，慢点，小心。哎呀，就随便走2步，我是孕妇，又不是残废，你太夸张了。呸呸呸！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，马上就要卸货了，以后你想上哪玩，我们一家3口就上哪玩。愣着干嘛？老熟人了，自己倒水呀。之前的事我听说了，你太冲动了，要不是洪小姐……别说了，都过去了，就这2天，我老婆马上要生了，绝不能再出什么意外。你不怕吗？不怕，人也好，兽也好，鬼也罢，不管我老婆生出个什么，我都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呵呵，我之前一直很担心，很害怕，想搞清楚真相，可真到了这一天，我的内心反而非常平静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都改变不了我们是家人的事实。我懂你的感受，你决定了就好。明天晚上我们也过来陪你，直到苏老师顺利生产。太好了，有你们在，我更放心。进入系统。你最新累计2239个幸运点，是否领悟新天赋？领悟。恭喜你领悟新天赋精神武装，序列号82，精神系，对所有精神类伤害产生一定免疫效果，可暂时强化、调整和封闭自己的精神和情绪状态。1级精神武装，对精神类伤害免疫5%，可武装自身的精神、情绪状态10秒。2级精神武装，免疫10%，武装时间20秒。3级精神武装，免疫15%，武装时间30秒。4级精神武装，免疫20%，武装时间45秒，并习得技能白痴。白痴是什么技能？字面意思，让你在短时间内变成一个真正的白痴。出什么事了？苏西被带走了。那是青山的山顶，在青山。取车，快！七影立刻前往青山。我看到了，正在赶过去。我老婆被伪队抓了，一定要救她。放心，打进。咸鱼微微一愣，瞬间想明白了一些事。其实以苏西的特殊身份，即便派出黄警官、泼猴、钟鹤和洪小小来看守，也只算一个中等配置。麒麟和斗虎是故意让伪队劫走苏西，再顺藤摸瓜找出伪队据点，一举歼灭。如果还能扯出伪队后面的苍母教，那苏西的特殊之处自然明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伪队这边劫人不到几分钟，朱雀就发现了他们。操，还是让伪队得逞了。别急，说说情况。我们4人分成2组，每隔20分钟就会把整层楼排查一遍。但我没想到伪队那群疯子竟然连整栋楼一起炸了。是烟鬼，只能是他了，他的能力太可怕了，炸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还好侯爷反应快，立刻用土元素对病房进行保护，钟鹤用魅影进行2层加固，但我们还是被阴了。那个太空人早就藏在暗处，大家都中毒了。方向不对，咸鱼，你开错了。
不急，我们先去一个地方，再去青山。咸鱼，你疯了，先去救人呢，有什么事之后再说。苏西不在青山。这是调虎离山计，那个爆炸是韦队自己制造的，故意引我们过去。的确有这种可能，但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韦队只可能带苏西去一个地方。哪里？祭坛。你是说生兽的祭坛？对。离城有祭坛吗？为什么从来没人发现？我的血液可以激活祭坛。血液？咸鱼之前被鬼咬过没死，血液中有鬼的一半诅咒。我们已经知道鬼是生兽和人类生下来的孩子。等等，咸鱼，你什么时候被鬼咬了？说来话长，我们先。为什么你们两个不能蠢一点？为什么你们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？黄芪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我和咸鱼不会怪你。咸鱼，黄警官又惊又喜，一时间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先开心还是懊恼。太好了，我没有杀死他，该死的，我为什么没有解决他？臭小子，居然提前用了幻影，你连我都防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黄警官，现在停手还来得及，我跟青灵不想失去你，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但是回不了头了。从我朝你开枪，不对，从苏西跟我坦白一切时，我就回不了头了。你清醒点，苏西在利用你。不是，她爱我，苏西爱我，想给我生个孩子，想给我一个家，这有什么错？她根本生不出孩子，也生不出鬼，她能？你想说诅咒之子？原来你早知道了。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？我们在尼国看到了石碑上的壁画，上面记载了生兽生下的3种生物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应该知道，苏西也可能生出神圣之子，那是真正的人类。青灵，你先走，一定要阻止苏西。小心点。站住！燕拳，圣德，万丈光芒，燕拳。咸鱼擒住了黄警官的手腕，他完全可以发动火焰，烧出一道冲天的火柱，将对方近距离焚烧致死。但咸鱼没有这么做，他迅速抬脚，猛地踹向对方腹部的伤口，那其实是被钟赫的魅影刺伤的。咸鱼早就察觉了，咸鱼大概猜到黄警官趁泼猴不在，开枪偷袭了钟赫和冯小小，跟韦队里应外合，制造爆炸和混乱，营造出苏西被劫的假象。黄旗，该停手了，苏西生下来的一定是诅咒之子。呵呵，你又不是神，你凭什么决定我孩子的出身？这不是谁能决定的，这是命运。我黄旗从不信命，我不信。黄旗，你听好了，我妈是生兽。活干完了，走吗？再等等，要确保他们都过来了。我越来越觉得跟生兽合作不是个好主意。火，好大的火！哇哈哈哈，烧起来，都烧起来了。都走到这一步，不能回头了。你也看到了，猎狗制作的圣水只有蟑螂喝了能活下来，而且每服用一次智商就更低。我们服用的话肯定会暴走，那样的话我情愿去死。苏西生下神嗣后，真的会给我们圣水吗？不知道，但喝不到真正的圣水，我们就无法突破天赋等级，永远是阴沟里的老鼠。仓姆教是不会给老鼠传票的，我们必须赌一把。快看！来得挺快嘛，我们可以溜了吧？你带血魄从西边下山，我带蟑螂从东边走，老地方汇合。明白。最危险的敌人解决了，走吧。我黄旗从不信命，我不信。黄旗，你听好了，我妈是生兽。哼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这跟苏西预料的一模一样。苏西预判了这种情况，早给黄警官打过预防针了。黄旗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是我的同伴，是我最信任的人。你也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你应该懂我的啊。你知道我有多渴望一个家吗？咸鱼一怔，忽然间他什么都明白了。黄旗没被苏西洗脑，对黄旗而言，孩子是亡鬼也好，神嗣也好，咒冤也好，他根本不在乎，都是他的孩子。你根本不在乎。咸鱼，换作是你的老婆孩子，你会看着他们去死吗？有些事，即便是错，也得做啊。这一刻，任何争辩都变得苍白无力。一阵冷风刮过，5秒后，两人同时动手。火焰，焰拳。黄旗，别逼我，我不会在手下留情了。没时间了，我必须尽快去清河湖支援清灵。呵呵，臭小子，我当初说什么来着？就应该离你这种人远点，否则根本活不长。咸鱼，作为朋友，我来教你最后一课：心软的人走不到最后。圣水，不要！警告：幸运点收益增幅至7500倍。青灵，你怎么来了？苏老师，孩子不能生下来。青灵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这可是我跟老黄的孩子，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残忍的话？苏老师，对不起，要恨就恨命运吧。
命运，我为什么要恨命运呀？命运让我如此幸福圆满，我感激他都来不及。不过我倒是很好奇，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老黄绝不会背叛我们。他没有背叛你，是咸鱼发现的。他又怎么会发现呢？你想知道？那我告诉你。青灵向苏西进行了简单的复盘。其实，直到龙杀死庄梅之前，黄警官都隐藏得很好。直到咸鱼接到了朱雀的电话，朱雀将从埃蒙德那获得的情报全部告诉了他。咸鱼在同步自己的线索，立刻推测出了很多事。首先，第一件事，咸鱼认为他的母亲林月极有可能是生兽。当初猩红潮汐来临时，庄梅和林月消失的那几天，他们是去祭坛执行播种的使命去了。仅仅是推测出这个结论，就让咸鱼差点崩溃。回到离城的深夜，林月坐在沙发上发呆，他能感应到庄梅已经死去，正为他难过。等咸鱼回到家，林月只一个眼神就知道儿子猜到了他的身份。当晚，母子俩什么都没说，又什么都说了。最终，林月只是摸着咸鱼的头，温柔地告诉他：“别怕，你是妈妈的孩子，妈妈会保护你。”直到咸鱼前往尼国激活祭坛那一瞬间，咸鱼真正明白了林月的话，他咸鱼是林月的孩子，真正意义上的血溶于水的孩子。那一刻，咸鱼的世界观崩塌了，彻底的崩塌。他就是石碑上第2幅壁画上的小孩，神似神圣之子。基于这点，继续推测，林月生下咸鱼后，作为生兽，他变得非常虚弱，但他并没有像其他生兽那样死去，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母亲，继续活着。但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庄梅和苏西。望寿光临者的领袖云很快发现林月的秘密，作为答题人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。3年后，云找来一个迷失者女婴，将她伪装成林月所生。这个孩子就是高星星。高星星最初的作用只是掩护林月的烟雾弹，是让所有高级兽相信，尤其是让同为生兽的庄梅和苏西相信。林月没有跟人类孕育孩子，而是找了一个人类婴儿和一个迷失者婴儿作为伪装，过着虚假的生活，就像当初庄梅过的那种生活。可是没多久，咸鱼的爷爷号角者发现了咸鱼的真实身份，云及时将咸鱼的爷爷处理掉，继续帮林月隐藏秘密。奶奶处理爷爷那晚发生的事，正好被起床尿尿的咸鱼无意中窥到，但他当时太小，还以为是自己做的噩梦。这些年，云和林月一直守护着这个秘密。现在，咸鱼本人知道了，他就是神似。他庆幸自己幸运的同时，立刻得出一个特别悲观的结论：黄警官和苏西的孩子不是神似，不是亡鬼，而是咒怨。苏西听完青灵简单的复盘，脸上没有任何的惊讶，她的神色依然温柔，但这温柔之下却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和疏离。青灵，你骗不了我的，我知道自己怀上的是神似。看来接受现实比自欺欺人更难。我是被神选中的人，这种感觉你们不会明白的。抱歉了，所有想伤害我孩子的人，必须死！美女别急，把你做成烟花是第2步，要不你先听听我的第1步。说，第1步，先杀了苏西这个死骗子。烟鬼，这跟我们说好的不一样啊！我们保护你顺利生产，你给我们纯净的圣水，这是之前说好的。但是，我他舅的怎么知道你肚子里的是咒怨啊？你宁愿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，也不相信我。我从小就坏事干尽，最喜欢跟好人作对，没人比我更了解好人啊。这个美女，还有那个七影，一看就是好人。我本以为真的有圣水，可以放更漂亮的烟花，我就知道你这个臭果然在骗我啊。不过没关系，生兽做成的烟花应该也很漂亮。烟鬼，停下！神似的诞生是命运，你休想浮游汉术！哈哈，少在这里装！你要真这么强，又何必找我们尾队来保护？现在的你就是菜鸡一个！我宣布，烟火晚会正式开始。警告：幸运点收益增幅至7500倍。使用精神武装，悲伤浓度降低至 4.9%， 冷酷浓度提升至 95.1%。去死！电拳！精神武装已解除。我是好同伴们，是的；我是好丈夫们，是的；我是好父亲们，是的。就陪你们到这了。发动精神武装，已封闭所有情感。又见面了，小老弟，你是叫行空吧？天赋什么来着？好像跟我是对应的吧？搞什么啊？我还以为会派谁来对付我，没想到是只营养不良的兽猴。哈哈，想激怒我没用哦，不说我啊，打架时只有一种情绪，那就是兴奋。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即便对方没被我激怒，我也可以吸收他的能量，只要拖延时间，还是可以五五开。我知道你们这群阴沟里的老鼠，总想跟我们天赋前12的觉醒者比划比划，还认为我们不如你们。不是吗？我们的天赋才3级，就可以跟你们有来有回，要让我们升到7级，你们根本不可能是对手。哈哈哈，小老弟很有志气吗？这样，今天虎叔我就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这把刀你拿着，接下来我只用左手和这把短刀跟你打，10秒之内我要没能杀了你，算我说任你处置，这样公平了吗？哈哈哈，这可是你说的。
一会就让你后悔，你会为你的轻敌付出此生最大的代价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接着，郑经人谁当君子啊？真荣幸啊！觉醒界数一数二的大佬亲自下场，看来我们的调虎离山之计非常成功。你就是伪队的新领袖，是又怎么样？你在害怕？送你8个字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算了，我们不介意审问尸体。小姐姐，做我的玩具吧，我有好多漂亮的小裙子。好呀，姐姐做你的玩具，陪你玩。好耶，太好了！蟑螂握住朱雀的手，刚要发力捏碎朱雀的手指头，突然蟑螂感到不对劲，它体内的能量一瞬间进入应激状态，开始疯狂的尖笑，心脏狂跳，浑身的血液像开水一样沸腾起来。不要！自己玩个够吧！埃蒙德啊，仓姆教骗了我们啊！前12天赋的觉醒者太可怕了，跟我们这种阴沟里的老鼠根本不在一个级别。就算我们真的靠着纯净圣水突破4级，甚至升到7级，恐怕也无法打败他们吧。苏西在呢，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乌夫人忽然绝望地大笑起来，这一刻她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天真。他们伪队至今的所有的隐忍，所有的挣扎，所有的努力，都是一个笑话。忽然间，她什么都不在乎了。她知道自己在这3人眼前就是一只肮脏的老鼠。即便是老鼠，我也要怀着最深的恶意，狠狠咬上你们一口。这才叫艺术！爆炸！爆炸！爆炸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是你在保护妈妈吗？你真好，不愧是妈妈的好孩子。苏西的身体承受着凌迟之痛，青灵发誓，这是他有生以来听过最痛苦的惨叫，是很多年后午夜梦回还会被噩梦惊出一身冷汗的那种惨叫。那惨叫声中还残留着生兽最后的能量，给青灵和烟鬼的身体带来一阵麻痹之感。即便是这种时候，作为母亲的苏西竟然还能保留下一丝理智，燃烧自己最后的生命，试图阻止敌人靠近，保护着这个即将杀死自己的孩子。这就是母爱吗？老婆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，要取什么名字？呵呵，巧了，我也在想这事。老婆，我爱你。你上午说过了。这是下午的，我爱你。这是晚上的。我也爱你，这是明天的。失去手臂的青灵愣在原地，甚至来不及感受那锥心般的痛楚、惊恐、迷茫、绝望。他什么时候发起的攻击？他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为何全然没有察觉？青灵惨叫一声，跪倒在地。他捂住左肩上的断口，却堵不住大量流失的鲜血。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向烟鬼，指望他先拖住敌人，却只迎来更深的绝望。快走，别管我！此时的咸鱼，即便靠着精神武装强行压制情感，他的心中还是产生了一丝愧疚。青灵的手臂不可能回来了，这一切都是他的错。要是他再早一点赶来就好了。直到这一刻，咸鱼再也没有任何怀疑，他确信自己就是神圣之子，而对方就是诅咒之子。接下来，他立刻推断出2件事：第一件，他是咒渊的克星；第二件，他身上的血液可以伤害咒渊，也可以治疗咒渊对别人的诅咒。警告：你正身处地狱，幸运点收益增幅至3万倍。黄警官，你之前说过我有主角光环，跟着我的人都会倒霉。我以前不信，现在信了。如果我真是主角，那真是最窝囊的主角了。这一路上吃了这么多次的饼，也该帅气一回了吧？黄警官，看好了，这一招会很帅啊！对了，这招还没名字，要是你的话，会取什么名？叫气引气血斩。怎么样？发动觉悟之力。6级刀神全开，6杀人的架，Beast状态全开。咸鱼，给我赢，一定要赢！10秒犹如10天、10年、10个世纪般漫长。咸鱼早已强行突破瞬移的冷却时间极限，他不知道自己闪现了多少次，又斩杀了咒渊多少次。到后来，他连理智都快丧失，更别说其他情感。他把一切都交给了身体的本能。咸鱼，振作点！青灵身体颤抖，咸鱼已经没有了心跳，他已透支所有生命和能量，那是真正自杀式的透支，没有任何保留。他死了。
清醒，咸鱼，你听到没？起来，给我起来！你这个废物，起来，不准死！听到没？我不准你死！这不是贾博士的复活药吗？忽然间，青灵想起来了，当初在走出离城机场时，咸鱼单独拉着贾博士聊了几分钟。贾博士回来时怨言很大，看来咸鱼应该是把贾博士留给他自己的那颗复活药借了过来，并在这次战斗潜伏下。青灵如释重负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从嘴缝里轻轻吐出2个字：老六。青灵，咒渊要自毁了，我和高手必须阻止他，也只有我们可以阻止，否则整个离城都会被夷为平地。你们早就知道这些了。从我生下咸鱼的那天起，就注定会有这一天，神嗣诞生，咒渊就会诞生，这是命运。所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徒劳。唉，你们韦队、庄梅，甚至是我和云所做的一切，都没能逃出命运，但这并非徒劳。我始终相信，一切都有意义。孩子，帮我告诉他，妈妈爱他，爸爸也爱他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咸鱼那么努力，那么拼命，就是为了不失去你们。等他醒来时，我要怎么亲口告诉他这一切？回来，我不会说的，要说你们自己跟他说。高手拿出随身佩戴多年的玉佩，这是当年林月的外婆送他的东西。高手从没想过，从那一刻起，他就被那个老太婆算计了。可是高手还是要谢谢他，要不是他高手又如何能找到一个这么美丽温柔的妻子？老婆，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与此同时，林月将体内剩余的生兽能量全部输送给了高手，只有生下神嗣的生兽，才拥有真正纯粹的圣水，伪队们梦寐以求的圣水。我喜欢你，老婆，我爱你。命运之所。青灵，爸妈，太好了，爸妈，我们赢了，我们。咸鱼脸上的笑容僵住，随着他的靠近，他渐渐看清爸爸妈妈的背影，就像是一个屏幕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！我的血液明明对咒渊有效，我明明用刀刺穿了他的心脏，我明明杀死了他，这一次我明明没有当废物，为什么啊？爸妈，快回答我！快转过身来，不要这样安静，不要装作没看见我，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，求你们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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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咸鱼双手用力在深渊旁边的地面扒拉着那些焦土，这上面还残留着一些白色粉尘，那是他父母的骨灰。咸鱼一边哆嗦着，一边将父母的骨灰往自己的胸口处扒拉，仿佛那都是金银珠宝，是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。咸鱼，别这样，他们死了，为了阻止咒渊自毁，为了救我们。咸鱼还是没说话，忽然间，他感觉胸口好痛，好难受，他必须塞进去一点什么，必须填满，否则他会死掉。停下，给我停下！咸鱼他像个傻子，在地上撒泼打滚，一心只想吃更多的焦土。吐出来，全部吐出来！吐，还是好痛啊！发动精神武装，封闭所有感情。失败。发动精神武装，封闭所有感情。失败。发动精神武装，封闭所有。失败。再也阻止不了，再也无法逃避，再也甩不掉。贯彻天灵的悲伤，终于还是追上了他。我又没有爸妈了，没了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爸妈，我该怎么办？谁来帮帮我？谁来救救我？小摇床，轻轻晃，晚上的天空真漂亮。妈妈是星星，爸爸是月亮，陪着我呀入梦乡。恭喜，幸运突破5级。啦啦啦啦，陪着我呀入梦乡。凌晨，清河公园，极度悲伤疲惫的咸鱼刚在青灵的怀中昏睡，一辆直升机便从青山方向赶过来，是麒麟等人赶到了现场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是咒渊，苏西生下的，是诅咒之子。10分钟后，青灵给所有人讲述了这里发生的一切，所有人都站在深渊前，不敢过于靠近。尽管咒渊已经死亡，但他自毁时留下的深渊却还散发着一种让人不适的邪恶能量。唉，你的手回不来了。咸鱼的能量透支很严重，我帮他稍微恢复一下。也让他再睡会，现在醒来只会让他更痛苦。唉，李夫人，今晚的事你没有梦到吗？按理说，咒渊自毁这种级别的灾难，我应该会梦到。莫非咒渊有屏蔽预测的能力？我觉得更有可能是高手的天赋导致的。就是说，如果高手没使用命运锁链，你就能预测到今晚的事。是啊，咒渊自毁成功，夷平离城，这么大的灾难，我肯定能梦到。
真没想到戚颖竟然是神似。会长，戚颖怎么办？今晚戚颖和他家人救了我们所有人，社都有好坏之分，何况是神似。我认为戚颖仍是觉醒者，仍是我们的同伴。我们百川团会永远记住戚颖的恩情。12生肖也一样。青灵虽然有点冒昧，但还是要问下守护符文去哪了。不知道，我醒来后就这样了，没看到符文。不会被众元摧毁了吧？符文回路绝不可能被摧毁，顶多就是转换成其他形态。会不会掉进这个深渊了？很有可能。要不派人进去看看？这不是普通的深渊，就算是火坑也得跳啊！最后一块符文回路啊，希望就在眼前。天狗，敢不敢试试？好啊。咸鱼的血能治。天狗，你还行吗？没事了。青龙立刻叫黑鱼过来。是。豆虎，你们组织的泼猴，方便的话让他也来一趟。可以。麒麟会长，精英黑鱼前来报道。老大，什么事？你看看这里面有什么，注意别靠太近，那黑雾很危险。是。等一下，闭上一只眼。是。我的眼睛好痛。朱雀早有准备，他手上已经沾着咸鱼的鲜血，将染血的手心摁在了黑鱼瞎掉的眼睛上。黑鱼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什么？深渊里有什么？什么深渊？我怎么会在这？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有点邪门啊！我看就先别作死了，这个深渊恐怕也只有戚颖能进去。等泼猴过来，让他先把深渊堵住。OK， 没问题。暂时放弃探索，等戚颖醒来，让他自己决定。解散吧。剩下的善后交给我们百川团。有劳了。戚颖是我带回去，还是让青蛇照料吧？他父母双亡，更需要的是陪伴和支撑。这时候前女友比你这个同事管用。天狗，你送一趟青蛇和戚颖。去哪？还能去哪？医院啊。凌晨5点，咸鱼醒来，他的身体还极度疲惫，要感谢这份疲倦，犹如给他打上一针强效镇定剂，再配合精神武装的情绪控制，他现在整个人都很平静。你醒了？身体怎么样？没大碍。把手给我。几秒后，青灵确认咸鱼的身体没大碍，他松手并收回善后方案。一个纵火犯在青山纵火，山顶200多名游客来不及逃离，很多尸体都烧没了。受害者中刚好有你父母。守护符文掉进了咒渊留下的深渊里，天狗想进去，差点被诅咒杀死。黑鱼用千里眼探索，眼睛瞎了，记忆被删除，都是用你的血治好的。你怎么跟高星星说？爸妈睡不着，夜爬青山看日出，遇上大火。你的手怎么办？先装一个机械臂，材料全3大组织出，贾博士帮我特别定制。我要跟贾博士回尼国了，他的实验室在那边。多久？10天左右。保重。你也是。哥，你说，要是我们也死了，是不是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？高星星，你当着爸妈的面说这种话，你是想让他们死不瞑目吗？可是我真的好难受。星星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听见没？哥，你也是，我只有你了。我们都要好好活着，只要我们还记得爸爸妈妈和奶奶爷爷，他们就没有真的离开。高星星啊，其实哥也想过一了百了，可是我不希望你这么想，你要坚强，要迈过去，要幸福快乐，绝对不能向命运低头啊！